蟋蟀先生。从前有一个鞋匠和一个皮匠，他们穷得叮当响。有一次，鞋匠对皮匠说：“我的朋友，让鬼穷去吧，我们的行业现在没生意，我们得想办法赚钱。”他们坐在一起商讨、思考，最后想到一个好主意。他们决定由皮匠将法官的6匹骏马拉到树林里，找个特别茂盛的地方拴好。等这些办好之后，鞋匠再从一本古书里查到马匹的所在地，就像确实写在里面的那样。那样的话，法官就会支付很多钱了。他们这么想，也这样做了。法官各处找马匹，都找到7座城池了，可还是没找到。于是鞋匠就去找法官说：“法官大人，我们这里有线索，你愿意付多少钱？”法官答应支付300块钱。鞋匠拿出一本古书，他装模作样解读信息本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在那高山上面，离小溪处100步的位置，树木最茂盛的中间，6匹马都拴在了一棵石灰木的树干上，你们在那里能找到。”当他们走到那里时，惊讶的嘴巴都掉地上了。6匹马确实被拴在石灰木的树干上。法官开心地将300块钱支付给了鞋匠，然后蟋蟀先生就红遍了全国各地。蟋蟀就是鞋匠的姓，大家都知道，蟋蟀先生有一本魔法书，这世界没有事情是不能从他这本书里读出来的。国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，因为王后正丢失了他最爱的戒指，为此事他都病倒了，整天以泪洗面。国王派了6匹金色马匹的玻璃马车去接，马车里铺了柔软的地毯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派了一队士兵，就怕蟋蟀先生在路上发生意外。蟋蟀先生听到之后，吓得脸色苍白，身体抖如筛糠，担心真相大白后，大家都会知道他是个骗子了。他们到达宫廷，国王热烈地欢迎他。国王很快将事情经过与他说明。蟋蟀先生，如果你能找到戒指，我就奖赏6辆马车的黄金给你。殿下，我会努力尝试的，但是我并不觉得我能找到。他要求国王将他锁进一个房间3天3夜，好让他思考。国王欣然地同意了。他将蟋蟀先生安排在一间最豪华的房间里，每天供应好吃好喝的，多到他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。1天过去了，蟋蟀先生没有想到任何办法。第2天也过去了，马上就要到第3天了。可怜的蟋蟀先生愁眉苦脸，郁郁寡欢，决定在最后晚餐里数数有几盘菜。当侍从进来的时候，蟋蟀先生大声喊道：“进来的是第1个！”吓得侍从差点把盘子给摔了。侍从跑到厨房，对厨师和2厨说道：“完了完了，我们要完了！这个魔法师好像知道是我们偷走了戒指。”他们决定第2道菜由厨师端上去。厨师踏进去的时候，蟋蟀先生说：“进来的是第2个！”吓得厨师赶紧放下菜，跑回厨房。我们完了！我倒是想看看他看到我会说什么。2厨说完这句话，就端着第3盘菜进去了。蟋蟀肯定地说：“进来的是第3个！” 2厨被吓得立刻跪在蟋蟀先生的脚下，哭喊着承认是他们3个偷走了戒指。这时候，厨师和侍从也都跑了进来，他们发誓，只要他不说出去，他们愿意每人给他300块钱。蟋蟀先生想，这笔钱和6匹马车的黄金放一起也好。他让他们把戒指拿出来，然后
藏了一块面包里。当国王的伙计群走过的时候，他便透过窗户把面包扔下去。一只大火鸡马上将面包吃下去了。尊敬的国王殿下，我已经知道戒指在哪里了。你把那只火鸡杀了，就能在它的肚子里找到了。他杀了火鸡，果然在他的肚子里找到了戒指。尊敬的王后殿下，戒指找到了。王后就像从来没有生过病一样，马上就好了一大半。国王准备了满满当当6匹马车的黄金，还给蟋蟀先生安排了舒适的马车。此外，还派出一名宫廷总管大臣和一队士兵保护他。国王担心他带着这么多钱会遭人打劫。他们在路上的时候，宫廷总管大臣灵光一现，他想到什么了呢？他从马车上下来，从地上捡起一只蟋蟀，握在手里问：“蟋蟀先生，你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你能猜到我手里藏的是什么吗？”蟋蟀想了想，挠了一下头，说：“嘿，蟋蟀，你现在被抓到了吧？”“对的，我手里藏的是蟋蟀，您的本事确实很大呀。”